大家好，欢迎回到爱丽丝的美食世界。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什么是共生，以及影响共生的主要原因是情感忽视。这一期我们将介绍另外2个造成共生的根本原因以及自测表。好，让我们进入主题吧。另一个造成你有共生情节的原因呢，是孩子被迫与母亲、父母的角色倒置。我们的父母本来应该保持稳定的情绪和健康的心态来养育我们，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问题，比如家里的父亲啊或者母亲啊，不仅不能及时满足孩子的需求，反而常常指望甚至是要求孩子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当父母把家长的责任强加在孩子身上的时候呢，家庭中各个成员的角色呢就变得模糊、扭曲，甚至是颠倒了。这样的父母呢，其实本身就是不成熟的，甚至可能是有毒的。举个例子，你的父母其中有一方身患重病，你作为孩子被迫要来照顾你的父母，这个就是一种角色倒置。角色倒置带来的问题呢，就是你很容易成为一个拯救者，你会被激发出强大的保护欲，一旦拯救不成功呢，你便产生无力感。因为孩子都是无论自己的父母如何对待你，你都始终爱自己的父母的。所以当你需要反过来照顾你父母的情绪，或者被迫身体力行的来照顾他们的时候呢，你就会被激发出来强烈的保护欲来保护他们。比如有的父母会说，你看，就是因为你淘气，所以妈妈才会生病在床的。那孩子小又不懂得分辨，所以他们就会真的认为是因为自己不懂事、淘气，给妈妈造成了麻烦，惹得妈妈最后都生病动手术之类的。那妈妈现在呢，无法照顾自己，是自己的错，你就产生了内疚、自责的情绪。这个时候你就被迫变成了父母，而你的父母变成了孩子。你会试图用懂事照顾的角色，想帮助他们感觉更好，减少自己内心的愧疚感。但是一旦他们情绪崩溃，或者没有因为你照顾他们而感受更好时，你就会感受到失败感和无力感以及羞耻感，从而责怪自己。在这种模式下，你不自觉地成为一个保护者以及拯救者。这种被迫成为保护者、拯救者以及拯救不成功之后造成的失败感、无力感、羞耻感，也被压抑进了你的潜意识里。而你没有意识到的是，父母这种责怪呢，其实就是一种情感操控。因为很可能妈妈生病，真的是因为其他事情导致的，有可能是夫妻关系不和呀，自己生活压力过大产生的焦虑引起的身体不适啊。但是有的时候，父母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体谅他们呢，而说出了这样的话，反而引起了孩子的内疚，把自己的疾病原因错怪在了孩子身上。这样孩子呢，就会觉得真的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的父母生病，而产生严重的愧疚感和自责。如果长期这种模式存在于你与父母之间的互动之中，那么你的潜意识呢，就会默认为这样的情感操纵就是爱。那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会陷入自恋型人格的情感操纵之中，因为这是你通过与他之间的情感操控来强迫重复你与父母童年的模式，只不过你投射给了你的伴侣。你现在试图拯救，感受到自责、内疚、不够好、害怕被抛弃等等，都是你的自恋人格伴侣引起的，因为他们对你的情感忽视、冷暴力，又一次把你带入到了童年你与父母的相处模式之中。讲到这里啊，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自恋型人格的人有没有共生问题啊？可以直接把答案打在弹幕上。答案是有，对不对？不仅有，还很严重。那自恋人格的人呢，其实早年也遭受了更严重的情感忽视，这个可以追溯到他们3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在他们3个月大的时候呢，就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包括基本的镜面投射也没有给予到他们，使得他们找不到自我。
等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那如果他是个男孩，比如他5、6岁了，也就意味着小的时候呢，可能父母觉得男孩你就应该坚强啊，有泪不轻流啊，又因为可能有重男轻女或者家中长男等价值观的影响，就造成他们的情感忽视呢比我们更严重，不允许有负面情绪，什么问题呢都要自己处理，也不管这个问题呢他是否真的可以自己处理等等，都造成他们内心创伤呢是更深的。而他们父母可能也会有这种角色倒置引发的情感操纵的问题，比如如果他们的父母有一方咱就说是爸爸酗酒的，那么爸爸的情绪自然是不稳定的，有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打骂孩子和妻子，他们也让孩子陪着他们喝酒，哪怕孩子是未成年，而孩子只要陪着爸爸喝酒呢，就能得到父亲给予的关爱与温暖。那孩子平时在爸爸不喝醉的情况下呢，却无法得到，就会导致孩子为了迫切得到父亲的关爱和关注，让自己每次去喝酒来迎合爸爸，讨爸爸开心。因为只有这个时候的爸爸是最温柔的，所以孩子呢就把自我的价值感和让爸爸是否关爱自己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只要我能让爸爸开心，我就可以得到情绪价值，我就不会被忽视了，我就是有价值的。可是爸爸一旦喝得不开心了，反而会开始打骂他和妈妈，而他们呢也会觉得这是自己的错，没有陪爸爸喝酒让爸爸开心，才会导致爸爸去打妈妈和自己。那为了保护妈妈不再挨打，也为了保护自己能够不再遭受虐待，同时得到了父亲温柔的关爱，他们就只能继续陪爸爸喝酒。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家庭的其中一方长期酗酒，很有可能这个孩子也会有酒精上瘾症的问题。但是共生关系呢，也在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另一方的家长可能又是一个控制型的父母，然后就是事事都需要掺和一脚，小到上小学去哪所学校大到以后成家娶什么样的妻子都要管。那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自恋人格的人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总想保护你，对吧？他们总是说以后你不用怕，由我来保护你。那其实也是因为他们想要拯救你，所以他们的共生情节比我们要更严重的多得多。如果你觉得去改变自己的共生情节都是需要自己鼓足10分的勇气去面对童年那些所有的创伤，然后一点点的逐条去疗愈，还要时不时的去看看你的内在小孩状态，给予自己关爱，而且这个过程呢要持续你后半生。每当你感觉又没有自我价值感的时候，又开始把自己和别人比较的时候呢，或者觉得自己开始想拯救别人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停下来看看你的内在小孩，给予他关注，还要安抚他。那你觉得自恋人格障碍的人对你说我有去疗愈，我已经都改变了，你觉得真的会那么快就可以改变吗？更何况他们还经常逃避问题，对吧？如果连我们自己都需要付出十足的努力去觉知自己的情绪，觉察到自己的不对劲，而且还要有耐心长期的关爱自己，那对于那些更加缺乏自律的自恋型人格的人来讲，他们需要的努力就比你要付出更多，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不要觉得你可以用你的爱来感化对方，让对方为你改变。一个人不太可能为了另一个人改变，除非他真的觉得他需要改变，也愿意改变。因为不改变让他过得太不舒服，太痛苦了，那么他才可能会愿意找各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吗？如果你不忍心和他分开，觉得他比你更可怜，把自己牺牲奉献了，我想告诉你，他们一点就都不会痛苦了，他们会很开心的认为你就是个傻子，你还是离不开他们的控制，他们并不会真的想去改变了。相反，他们会觉得你太好骗而洋洋得意。所以你如果不能对别人残忍，你就是对自己残忍，因为是你惹许他伤害你的。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拯救任何人，也不要期望别人来拯救你。我们最需要的是先拯救好我们自己，而当我们能够残忍的把那些想伤害你的人过滤掉的时候，你自己才可以进入疗愈与成长。这其实间接展示了你对他的爱。好，我们再从灵性角度来讲，一个最根本的造成共生情节的原因是我们的第二脉轮，也就是脐轮功能失调。如果你了解过一点脉轮的知识的话呢，你就知道第二脉轮的也叫性轮 （sexual chakra）。那性轮呢，其实掌管着我们的人际关系，不仅掌管着亲密关系，而是各种人际关系都由它来掌管。那它代表着你开始建立自我，以及建立与其他一些人的关系。所以当你的第二脉轮失调，其中一个问题呢，就是产生共生关系。另一个角度来说，第二脉轮同时还掌管着我们自身的力量。当你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人的时候，主要是通过第二脉轮掌控着你的自身力量，并且发展出与别人建立联系的动力。所以如果你有共生情节，那么你的第二脉轮其实就是很虚弱。越虚弱，你掌控自身能力的力量也就越弱，你就越需要通过别人来获取能量。你越需要和别人产生连结并黏着别人，你就越需要去拯救别人，然后你就又把自己的能量消耗掉了，然后最终你的第二脉轮就更微弱了，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疗愈共生情节不仅仅是需要通过大脑改变认知，还要依靠你去从能量角度疗愈好你的第二脉轮，两个方向同时进行才可以。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环节，14个共生共依存的自测表，看看大家有多少项符合啊？欢迎大家打在弹幕上。第一，解决他遇到的问题或者减轻他的痛苦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愿意为此付出任何的情感代价。好，第二是我的好心情来自他的赞许。英文里可以说 I don't value myself, I need others to make me feel worth。 好，第三，我保护他不受自己行为所产生后果的伤害，我为他说谎，替他掩饰，绝不允许别人说他半点坏话。第四，我尽力让他按照我的方法行事，这个就是 try to control others。 第五，我从不在意自己的感受或愿望，我只在乎他的感受和愿望。第六，只要他不抛弃我，我愿意做任何事情，这个其实也可以叫 fear of abandonment。 第七，只要他不生我的气，我愿意做任何事情。第八，我认为充满波折和戏剧性的关系会让我更有激情。第九，作为一名完美主义者，一切差错都让我自责。第十，我常常觉得气愤懊恼，不受重视，被人利用。那这个英语就可以说 feel anger, be used, be neglected by others。 第11，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装作一切都很好。第12，想让他爱我的努力支配着我的生活。第13，我无法和别人建立健康的边界。第14，对别人说不，让我感觉到不安、内疚和羞愧。大家看看有多少项符合呢？你可以判断自己的共生的情节有多么严重。那么符合的项目越多的话呢，就说明你的共生情节也就越严重。那么你需要好好的疗愈好自己啊，才可以把这个潜意识的这个行为模式才可以改变。有的时候啊，当别人和我哭诉说他为了对方付出这么多，对方却觉得理所应当而生气的时候呢，我就会问他 OK， 那对方有要求你为他做这些事情吗？他们就突然愣住了。然后因为如果你是真心的不求回报的为对方付出的话，那么对方认可与不认可你呢，都不会让你受伤，因为你是出于无条件的爱去给予别人帮助，你并不需要对方回馈给你任何东西。你知道自己的价值，
这个时候呢，如果对方给予你很好的反馈，你也会感恩；如果对方不给你反馈，而觉得你理所应当呢，那也是他的问题。但是你做了你想做的事，并且是开心的去做的，那就已经足够了，不是吗？另一方面，如果你觉得对方只懂得索取，让你不开心，你也可以选择不再付出，而为自己做主啊，根本就用不着生气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内心不平衡，觉得生气，更多的呢，其实是生我们自己的气。因为你觉察到，为什么我总是让自己陷入到这样的困境，或者受虐的人际关系当中呢？我的生活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导致的呢？你内心其实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你并不喜欢被别人不公平的对待。而这种不平衡的心态呢，有部分原因其实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有共生共因层的问题，直到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并进行疗愈之后，那种焦虑和愤怒的情绪呢，就很快消失了。好，下一期呢，我就将为大家介绍如何疗愈共生的其中几个方法。那么简单就有7个步骤啊，还有就是马上呢就要到圣诞节了，我也想穿插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我们学习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也觉得玩乐也很重要，所以我后面会出一些圣诞节相关的小惊喜，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呢，还是一键3连，关注并收藏，也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